燕丹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也来了北海，想必也是知道陆明失踪的消息了。天界有关于他的什么线索吗？我在陆明的浇筑镜里看到了北海水井，寻迹来此。既然碰上了，那就一起查探吧。寻陆明要紧，北海情形未知，多一人便多一分把握。那便一起吧。按长老所示，这里应该就是琉璃铺了。这是储存记忆的胶珠类。我们来晚了，我方才用了7重仙力才破此结界。那个先来之人必定修为强盛。我们去看看，那人有没有漏下什么其他的线索。这有块石碑，鲛人百代，子嗣坟场，设琉璃铺，速记其踪。命途短顺，终归尘土；流水万千，方名永志。这是鲛人族的祠堂。祠堂一般是祭祀故人的地方。陆明的鲛珠镜出现在此，难道？不可能，陆明一定是想留下什么线索给我。怎么会这样？不可能的！燕丹，陆明在此做出提示，是不是他已经？不可能，陆明一定不会死的，他一定是想留下什么证据给我，他一定没事的。燕丹，你无法催动鲛珠镜，别试了。陆明一定还在等着我救他，他一定没事的，他一定没事的。鲛人运身后，一生记忆都会凝聚成一颗鲛珠泪，飞回故土。这是陆明的鲛珠泪。这是聚灵丝，陆明早就留了一手。那人虽把陆明的鲛珠泪摧毁了，可是若有聚灵丝，便会感知到宿主生前亲人的气息，便可以亮起来，可以聚回几分灵石。陆明，你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到底怎么了？帝尊，您找我？为逝者，收心纳言，但凡遗嘱，路就到头了。这怎么会是帝尊？3界之中，能赏你仙医之人少之又少。这神秘人屡次偷袭都能成功，还篡改了计策，并且联络东海。由此看来，帝尊的确有嫌疑。帝尊抚养我长大，
与我是亦师亦父，他怎么可能会对我痛下杀手？而且帝尊并非是伪善奸邪之人，他治理3界万载，唯一有私心的事，便是隐瞒了我的修罗血脉。这其中必定有不为人知的隐情。神秘人与帝尊昔日的行为确实极不相符，可陆明铤而走险留下这个画面，他一定想告诉我们什么。或许鲛珠镜中有什么线索，我探探便知了。走吧，陆明。等会儿，这灯都还没熄灭呢，你陪我值夜值傻了吧？那我陪你一起熄灯吧。放心吧，陆明，就算你在藏书阁当1万年的小仙士，我就陪你值1万年的夜。走。哎呀，你这个弄到什么时候？看我的。这是之前我和陆明真的死了。我和他相约好要相伴万年，可是我却下了凡界，留他一个人在九重天。我本来以为还会再相见，可是再也没有机会跟他相见了。陆明他一定在怪我，他一定在怪我。陆明他没有怪你，他是在和你告别。刚刚出现那2个画面，他是想告诉我们，地点就是在藏书阁，肯定是陆明早有防备，发现了线索。我现在去查一查便知。我和你一起去。若在藏书阁，我对那里很熟悉，我一定能找到什么线索的。燕丹，你是妖神，若是被发现的话，会有性命之忧。我一定谨慎小心，请你相信我。陆明如今尸骨未寒，可凶手却逍遥法外，我们没有办法在凡界安心等待。陆明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想帮他报仇，求你了。好，那我们便一起去。帝君，不必多礼。我今日要在藏书阁中查阅文典，不想有人打扰。是。陆明记忆中出现的就是这藏书阁，我们现在分头找。这么多高价书，陆明就算升官了，也跟以前一样，还是那么偷懒。
愿无有言淡，平安喜乐。你每年都在为我祈福，可是如今我再没有办法替你祝愿了。怎么会有这么多腰带的书？这是我放细折的地方。陆明以前从不会在此存放其他书籍，查案要紧，这些私物留以后再说。有什么线索吗？没有找到任何线索，要不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吧。再过片刻，寻更的仙士就要来了。走吧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是说，也许陆明在琉璃铺当中留下的幻影，不是在向我们告别。果然，鲛人的骨血杏书，可生不灭之火。这不灭珠，便是陆明用自己的血制作成的，这才是他想给我们看到的线索。九曜连珠，九曜连珠乃是万年难遇的奇异天象。严南，你看，这9颗星排成一列，遮天蔽日，在天地间结成法阵。这不仅是天象这么简单的事情吧？九曜连珠天象出现的时候，若以金蝉翼及天地灵气，再以仙力深厚的神仙仙灵化作容器，生祭九曜阵，就能炼就乾坤饮。乾坤饮，而这个乾坤饮，曾是修罗尊主玄烨所用，因其阴损狠毒，创世之战后便把它封禁起来，只有经历过创世之战的几位老神仙才知晓。上一次九曜连珠，正是仙魔大战之时。以仙灵作为容器，难道说北冥仙君当时大战归来之后，仙灵丢失，是有人故意为之，拿他的仙灵去私炼乾坤饮？可炼就乾坤饮所需要的金蝉翼，是3亿巫异族的法宝，此族早已灭绝。死于乾坤饮之人会发生什么异象吗？乾坤饮吞吸灵力，中招者仙骨脆化，难具成形。那我们去神官陵看看北冥仙君的尸身，不就真相大白了？好。仙君，您总说，您为仙一生操劳，若有一日羽化，您想长眠于天地，得6根安宁。可如今，为了还您一个公道，必须强行开棺，扰您清静了。有颗棋子，此心可无不可修。若有来生，我一定不会放手。当我跳下了无巧的那一刻起，我便已经做好了9死1生的准备。若是有一线希望能够活着，那我便要忘记这段情，重新开始。都应战
生同悲。3000浊浪推，心不染尘灰，身甘云干碎。我看不破地去天归，造红尘不须百转千回。浮花开，望年岁，惹菩提潸然低眉。月悬天涯为惆怅客，大道一曲悲欢离合。爱与苍生有何取舍？可否只分善与恶？明明此过沧海就一杯，如是的悲心忘流离变黑。万劫终不会再流到掌间来回。给我把苦那一位，都应战与苍生同悲。3000浊浪推，心不染尘灰，身甘云干碎。我看不破地去天归，造红尘不须百转千回。浮花开，望年岁，空有热烈无一归。千江有水千江醉，为轻狂为恩义奉陪。辨人生贵美，无我亦无为。浊尘负慈悲，我梦中的那个人，一直就是你。姻缘圈就毁了。左右情人的悲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他失去了整颗邯郸之心，灵根全失，一切仙法法术再无可收。好像沉香如屑啊。当年我用半颗邯郸之心记下对你的情，而如今又用另外一半了结了我们之间的爱恨情仇，缘起缘灭，我们总算两情了。燕丹，我绝不会与你两情，我们也不可能会两情。燕丹，
我一定能找到救你的办法。没用的。把一整块沉香放进去，只需要一点点火焰，便可以燃烧起来，在烧成细屑前都不会停下。可等到沉香如现，用多大的火热子再烧都没有用了。我们之间的感情，就如同这沉香，已经烧成了细屑，再没有任何的火光，再没有任何的可能了。应元，我不爱你了。褪色的回忆是月落如霜，满地碎木枯黄。会走出一从此这世间执迷于遗忘，再无凡人堂中，只有清丽帝君应元。回过头为我生遗忘。催眠的缘分在暗夜里藏，青紫落晚香。寂寞的堂堂主思你走吧，遗忘岁月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。洗尽纤尘仍有你依稀模样，轮转中为思念疯长。已是繁华人间一场落花风，偏偏天意赤落花中，看破红尘的眼红。严丹，你是遥遥天上一捧秋月容，只敢潇洒不敢浓。严丹，梦中有两人与共。严丹，帝君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我绝不能看着他身消命陨，我要将整颗心还给他。不可，这样你会没命的。我不在乎。他2次为你承受剜心之痛，皆是为了救你。你这样做，对得起他的心意吗？我与燕丹同为四爷邯郸，灵根相连，我有办法救他。帝君，你莫要冲动，留着仙体，方可助我一臂之力。没事吧？谢谢山主。快走！小心！救命啊！救命！快走！
快起来，快走，快走！芷溪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诗心远散，药石无疑。只有再给他半颗心，他才能起死回生。你若剜心的话，会失去半数仙力，修行尽毁。你当真愿意？他跳桥之后，所有修习都是为了他。以我之力无法救他，我唯一能做的，就是以仙力相护，护你二人周全。颜淡，你为我收集过那么多仙尘，这一次就让姐姐为你下一场星星。知悉会永远保护颜淡，再不食言。颜淡，你那个心中只有仙途的姐姐，已经变了。姐姐，芷溪，我知道是你，你出来啊！你为何不出来见我？芷溪，你曾经说过，芷溪会永远保护颜淡，永远不离开颜淡。你食言了一次，还要再食言第二次吗？你说过，永远不会原谅我。如今，我又有何颜面来面对你？若你真的不想见我，那为何我刚刚要摔倒之时，你怕我受伤，要出手相救呢？我害你仙命折损，沦落凡界，如今便是搭救万次，也不能赎清往日罪过。我不配站在你面前，也不配做你的姐姐。别哭了。丑死了，小黄猫似的。我记得小时候，无论师父怎么责罚你，那些仙官如何嘲笑你、污蔑你，你从没哭过。那个时候我就知道，我的姐姐是四叶汉淡一族最优秀的仙官。怎么如今这些愿望都实现了，反而哭起来了呢？我是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一切。
仙界仙职，仙家的钦佩，天地的信任。可我才发现，得到了这一切，没有你在身边，这一切便毫无意义。你跳桥之日，我全当自己也死去了一半。往后余生，我活着便不再是为了自己，只为忍辱负重，苦心修炼，将你所受的痛苦100倍还给银灯。恶有恶报，他的报应已至，也该轮到我了。我不杀伯仁，伯仁却因我而死。当然，你万念俱灰的跳桥，终是因我一念之差导致。此为断慧笔，扎至伤入神髓，痛彻100年。若能减缓你心中的一丝憎恨，无论怎样惩罚我，我都愿意。当真？你看，这是什么？我把心情都收集起来了。我的惩罚便是纸心与元旦，从此以后再无生别，只有死离。你可愿意还认我这个姐姐？不然呢？那你呢？你曾后悔有过我这个妹妹吗？从未。你千年苦心修行，而我千年只懂得贪玩享乐。我所有不想做的差事，姐姐你都帮我做了。我犯错时，你帮我打掩护，帮我承担，帮我扛了责任。你把所有好吃的好用的都留给了我。那个时候你都没有不要我这个妹妹。如今姐姐只是犯了一点错误，我怎么可能会撇下你呢？当年下雨之时，我怨你是真的，可这些年来，我想你也是真的。我在凡间遇到了银灯，我亲手把他杀掉了，我厉害吗？这样一想，当年的仇你也替我报了。凡劫数载，我经历了颇多，我也明白了你当时的心魔。往日的种种，我早就原谅你了。姐姐，我们四叶汉淡一族，灵根相连，你永远是我最亲的人。姐姐，颜淡，我好想你，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。颜淡，你居然能在凡界和应渊君再度相遇，此等缘分，实属难得。姐姐，如今你是妙法阁掌事，一定见多识广，你可以告诉我，如何才能寻回地质神器吗？你要找神器地址？难道是为了救帝君？明明20年前，天界已公示他罹难而亡，为何方才我却在温泉畔见到了他？仙衣破损，还中了枯石掌。你这么聪明，一定知道为什么。
天界有人不想让他回去。难道是太幽星君？如今他已经丧失仙界记忆，修为全散，已经是一个普通的凡人。而现在中了枯石掌，仙灵涌动，再难平息。若是没有神器地址稳住仙灵，恐怕不出几日，便会不明不白死在人间。可天界早有例律，任何人不得干涉仙神历难。而我此次下凡的任务，正是要取走神器地址。依天规章程，我理应先把地址带回天。上禀帝君受伤一事，再下凡搭救。他如今命在旦夕，已经等不及天规章程。况且行凶之人尚在天界，若是地址回到天庭，他必死无疑。姐姐，我知道你不想因此犯戒，这样，你告诉我如何做，我来动手，我不会牵连你的仙阶的。仙阶还能比你重要吗？颜淡，只是我告诉你也无用。帝君下凡历难，唯有在保全仙灵的前提下，劫难全渡，才能归位。如今帝君仙衣破损，若无神器修补，定撑不到渡劫完毕。可寻找神器地址，需在山境布阵，逐一勘察，至少需要12时辰。眼下帝君的身体，撑不到那时候。除非什么？除非让帝君先死一次。帝君如今还剩最后一难，便是死难，而神器隶属帝君。神器天性护主，主人命在旦夕，神器若在10里之内，便会有所感应，回到主人身边。我明白了，也就是说，只有唐周将死，神器地址便会归来，枯石掌印便可破解。到时，历难完毕的同时，可以恢复仙阶归位。这是唯一的办法。可如今，帝君仙灵眼看便要爆裂，肉身一旦损伤，仙灵必将不保。到时候，纵然我们找到了神器地址，他也会魂飞魄散，一切便毫无意义啊！我不会让他肉身破损的。你想怎么做？是用你的半颗汉淡之心救他吗？万万不可！天界有100位仙君，千命天衣，他们一定会想出万全之策救下帝君。你何苦牺牲自己？姐姐，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？他屡次被害，便是天界之人所为。此事还未调查清楚，天界之人不能插手。你不可以告诉天界的任何一个人。你可曾想过自己？若再弯心，你必定会元神俱散，性命不保。他是为了救我和我的朋友，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这半颗心，是我欠他的。若帝君康复归位，你们的关系将回到最初。高高在上的帝君，怎么会为了你一个小小的仙士而舍下3界苍生呢？900年前，你不就已经试过一次，知道答案了吗？为何还要重蹈覆辙啊？我以前认为爱是2个人生生世世的厮守在一起，可如今我重活一遭。我不光学会了如何写出动人的折子戏，我也明白了真正的爱是什么。真正的爱，便是成全对方，便是守护对方珍视的一切。姐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颜淡，对不起，我知道你想救下帝君，我可以破例违规，现在便将帝君送回天界。他身份尊贵，万人护佑，定会平安无事。可你不一样，我已经失去过你一次，
不能再失去你第二次了。姐姐，姐姐，你听我说，他如今已经放弃了神仙的地位，不可能再跟你回到天庭上去了。你若强行带他走，定要与他激战。可他如今的身体状况经不住这一战啊！放心吧，他会自愿和我回去的。姐姐，姐姐！他竟伤得如此严重，绝不能让他在7日时限内死了。待我谈谈，他还剩多少寿数。他竟有修罗图腾，难道他是我修罗族人？是那天界仙子回来了，不能叫他看到这图腾。若错杀族人，罪责深重，此事重大，我还是先回天禀报吧。唐周，唐周，你终于醒了，我刚才都快担心死了，你没事吧？我的仙灵，你的仙衣破损，体弱晕厥，幸好刚刚有一位仙君下凡，他用仙力保住了你的仙灵。只是这位仙君说，你要尽快前往九重天，以仙气蔽体，方能保全性命。何处仙君？为何帮我？你的真身是帝君，无论你发生任何的困难，都会有神仙来助你帮你的。刚刚他们有人教我习得通天之路的方法，事不宜迟，我们赶紧前往九重天吧。来。这又是什么东西？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？这里面是九重天的仙力，是刚刚那位仙君所赠。正是因为他，我才能够开这通天之路啊！你曾说天界所立，皆为伤心，不愿回首。为什么现在这么着急回去？因为接星星。天上的众仙喜欢布施仙力，如同星雨齐落。如果能够接到的话，我的灵力便会增长。我如此喜欢找靠山，此等好事怎么能错过呢？来，唐周，我好久都没有看过这样的情景了，你快陪我回天上，陪我一起看星星吧。